因为我们说过，我们脸上这些都有韧带存在。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跨韧带的话，你的力量没有办法传递到内侧，而内侧是我们下垂肿是最严重的位置。当男生的这个韧带又比女生强，所以你如果只是单单剪皮，它效果绝对是很差的。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Hello，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普医美新知啊！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哈，而且今天的主题哈，我相信有很多的男生一定特别的好奇。男生拉皮的方式跟女生有很多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因为男生哈，他的组织相较于女生，他比较强韧，尤其是什么东西？尤其是韧带跟髋膈，它特别的强，我们可以理解嘛？哦，男生比较勇健一点啊，筋骨比较强健哦，一样。什么是脸部的韧带？脸部的韧带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脸上的组织，除了不只是脸皮。脸上的浅层的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的筋膜跟深层的筋膜室跟脂肪垫，借由这些韧带把它抓住，然后固定在我们的脸的骨头上，它才不会整个像蜡烛一样融化掉。那男生的韧带会比女生强，理论上这是好事，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男生他可能比如说同样是50岁60岁很多女生她其实垮得比较严重。男生呢，他的皮一般人也比较不会像女生这样松垮比较厉害。为什么？因为他的韧带比较强。可是呢，因为这些韧带跟髋膈的强韧，也容易导致他的一些问题。如果你今天拉皮手术，你只是单单做剪皮手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传统的拉皮，他们做剪皮的话效果不好。什么叫剪皮？就是他只是在这里剪一块皮，把它缝起来。那这一种剪一块皮缝起来，它效果对于一般女生效果已经不持久，对于男生几乎是无感的几乎是无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我们脸上这些都有韧带存在。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跨韧带的话，你的力量没有办法传递到内侧，而内侧是我们下垂肿是最严重的位置。当男生的这个韧带又比女生强，所以你如果只是单单剪皮，它效果绝对是很差的。在做男生的时候，跟女生一样，一定要跨韧带，一定要3层子。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人这个法令纹这个地方的组织切片。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男生跟女生最大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这里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法令纹法令纹的上方跟法令纹的下方。法令纹的上方可以放大上方跟法令纹的这个纹路的下方。上方跟下方，然后这中间有一个凹下去的痕迹，有没有？凹下去的痕迹就是这个沟，这个沟。为什么要特别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呢？因为男生跟女生有一个地方，我刚刚讲到，就是它的髋膈特别的粗，特别的强韧，特别的粘黏，所以男生这个地方，它这一种折痕它这种折痕你可以看到，它就会粘得特别的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男生，他一旦产生纹路的时候，他会像刀子刻的一样，像斧头凿一样，刀刻斧凿。在我们男生拉皮跟女生拉皮就会有一个很大不同。女生很多时候你在做拉皮的时候，你只要有3层次，你只要跨韧带，它的效果就一拉紧，它就好很多了。可是男生不是这样，他往往我们还要把这些粘黏特别厉害的这个髋膈，我们要把它做一些松弛，它的效果才会好。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这是不是男生的法令纹？你看男生的这个法令纹男生这个法令纹是不是就像我说的，像刀刻斧凿一样，特别的深然后呢，是整个好像粘进去的。这种状况，你如果只是单单这样做一个拉皮的话，它其实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很明显的去把这个痕迹把它做一个消除。可是呢，我们在做3层次拉皮，针对像这样子的男生，我们在做一个小动作，就是我们在拉的过程中，我们内侧这个地方，我们再把一些髋膈松掉，甚至往内侧这个地方再稍微收紧一下。你可以看到吗？这个是不是就很像那个
希腊雕像里面一样，勾用刻出来的痕迹。那这种单纯拉不够，我们再把它松开框格，好，然后再重新拉紧。好，意思是什么？男生在做3层次拉皮的时候，除了要3层次，除了要跨韧带，3层次一层一层一层，除了要跨韧带之外，这些粘连的部位你一定要做特别的处理，效果才会好。男生的短发其实如果用一般女生传统拉皮的方式，常常男生都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常常在帮这些男生帮他们重开的时候，他们之前在其他地方用那种长的刀口去切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这个疤痕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如果一开始我们用短伤口，我就可以避开这个问题。问题是如何在短伤口又可以做到3层次又做跨韧带，这个需要经营的技术。这种皱眉纹呢，它也是因为长期一直用力。你看，我们看这个照片，这一边是指术前的这种比较深的纹路那这一边的纹路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一种像刀刻斧凿这个纹路这种不是单单打肉毒而已，而是你必须还要把这个粘连的一定粘连的像刻进去的这个纹路要做一个松开的动作，然后呢再做一些收紧或是填补的动作。这种动作如果今天是在女生做五爪拉皮，女生的这一种纹路，常常我在做五爪拉皮的时候，把这个皱眉肌跟皱鼻肌，我们在做五爪拉皮，顺便把这个肌肉放松一些，它就会改善很多了。可是男生往往光这个样子，它的效果是不够的，它没有办法单靠一般的五爪拉皮去改善。就像很多男生也有像这样刀刻斧凿的这一种纹路。这一种做五爪拉皮，单纯的五爪拉皮有没有办法改善这样子的纹路呢？它是不行。因为我们一般讲的内视镜五爪拉皮它的做法它是伤口是在上面，通常是藏在头发里面，但是它是走在哪一层？它是走在骨膜层下面。那像这一种的纹路，它的问题在哪？我不是一直讲我们脸上分3层吗？浅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那一层是筋膜，深层的就是深层的这个脂肪垫筋膜是还有这层骨膜。一般的五爪拉皮，它在做的时候，它是从这个骨膜这一层进去，所以它是改善不了，听清楚了，改善不了这一种浅层皮肤刻出来的纹路。那这种有没有办法改善它？是有办法的。第一个，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传统的冠状拉皮，就很像我们刚刚说中下脸它的拉皮，有这么长的，对不对？好，那传统的额头拉皮怎么做？传统额头拉皮，这样子，就像这样画一刀，然后上去，当然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做这样手术，因为这样手术伤口大。有没有什么方法伤口小又可以改善这样的呢？有的，它的伤口很类似五爪拉皮，一样伤口是藏在里面，可是它走的层次跟五爪拉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走2层的方式，一层是走在筋膜下，一层是走在皮肤下，所以它在拉筋膜的时候，它会带动这个皮肤的收紧，它对于改善这种刀刻斧凿式的这一种抬头纹，它效果特别好。而且它伤口也不用那么的大，它对于很多男生特别的适合，因为很多男生他皮厚，你知道皮厚的意思是什么？它皮厚你如果做的是一般五爪拉皮，你走在骨膜下面，你骨膜怎么拉？对上面这个皮的部分是没有用的，你就一定得要像我说的这一种新式的这种做法，它走的是双层的。一层是走在筋膜下，一层是走在皮下，然后去拉，才有办法改善这一种纹路。那这种方式其实对很多男生也是一个福音。那很多男生就像他们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双下巴。双下巴之外，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的角度呢是比较倾斜的。就是不是这种缩进去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长期，第一个它的皮肤松，第二个它的筋膜松，第三个它深层的脂肪垫松。那这一种就可以用我们之前讲的 corset 脖子的手术去改善它的这个角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看像
这个很多人男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这个在男生又特别的常见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角度是跟这个正常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叫什么？这个叫做颈亥角。颈是脖子的意思，亥是下巴意思。颈亥角，我们希望它不是这样平平的，而是希望它是这样缩进去。这个用一般的手术是做不到的。这种手术的方式呢，它就一定得要用我们所谓脖子的 corset 3层式的方式，它就是从这个地方伤口进去，第一层做的是皮肤，第二层做的是筋膜，第三层做的是深层的脂肪垫，然后把深层的脂肪垫再转位转到下巴来，同时延长下巴。那这样子它的角度就会比较明显。这种3层式拉皮手术，不管是我们的脸，或是脖子，或者是我们额头的双层次的方式，都可以达到对男生而言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因为相较于女生而言，它不单单要3层次，不单单要画韧带，很多时候它还需要松掉一些过度粘黏的框格，它才有办法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好，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不管是你自己是男士，或者是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他们如果在想要变年轻的过程中，他最在意的是什么问题？他最在意的是 A 伤口的长度、伤口的大小 ，B 效果持久的程度。你可以问看看你周边的男士朋友，他们最在意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自己最在意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